你呀，把心放宽。既然都来了，想出去走走也是可以的嘛。苏州好地方可多了去了，哪都可以走走。哦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看看柳园去吧。好啊，这个前年呐，临摹虎丘前三图，这个园林部分就是不得章法。蒋先生，明代钱姑的《虎丘前山图》在您手里啊，哎呦，这可是稀世珍宝啊！啊，带来了吗？我也想看看。啊，好说好说。你这可是你说的明天啊！哎，听到没有啊？明天我要出游了，你们别再推三阻四的啊！蒋先生，您别生气。李先生吩咐，苏州的事儿，我们只听周先生。我没问题。那就这么说。好。回头给你寄些过去。哎呀，那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的。那留步吧。好的，好的。行，蒋太太，慢走。请回哈。那好。有任何需要您跟我说。一定。哎。回去吧。跟新蒋的谈妥了。给他一个逃命的机会，是死是活啊，那就看他自己的命了。来找了，老周。10条小黄鱼不说哎，外加一枚镯子。哎呀，就尽要一些不值钱的东西。你知道他手里什么最值钱吗？明代有一幅《虎丘前山图》，在他手里那才是无价的。哟，回去啊，给他撬来。回九烧。老师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整天慌慌张张的。老四，顾一中来了。他没逃吗？一早照常来上班。陆监院长不在，老陆跑了。怎么就跑了？还不是因为那窟窿闹的吗？东洋人找了麻烦，这老陆又不傻，不能留在这儿当替死鬼是不？哎，这就有意思了。8号细胞暴露了，又救走了肖军霞。按理说他在共党那边应该是可以自证清白了呀，还回来，有点意思啊。他是四爷的卧底，无疑了。是的话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啊？人家又是四爷，又是卧底，还有近藤罩着，我们能怎么办？是。对，老陆啊，安排妥了吗？安排妥了，我连夜让监狱长跑了，现在估计出了江苏境了。还有个消息，你要帮我散出去。1个月8学院肥差，他还能不干了？钱没命要紧，老陆要钱不要命。所有人集合！近藤太尊要给大家训话，出发！哥，是又出什么事了吗？严景昨天下午带着4、5个人出去，半夜才回来。叮叮当当闹了半宿，不知道有谁遭殃。杨根，地牢被炸的事情，现在已经传到南京了。公安机关和宪兵队上下都在嘲笑本人。关于这件事情，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。立队！最后一句问：
粘在哪里？我是这就是欺骗和背叛皇军的下场。照片上的人叫蒋国先，就隐藏在书上。谁能找到他，就奖赏1万元。如果知情不报，故意隐瞒，那你们最后的下场就和鹿一样。明白了吗？嗨！站长，我总觉得地牢这个事儿，肯定和咱们特工站内部的人有关系。您说，他会是谁呢？打比方说，顾一中，或者是……侯副站长，你呀，有话就直说，别拐弯抹角，行吗？啊。据皮市街的房东交代，那所房子是在出事前7、8天才租出去的。要从那所房子打通地道到特工站，又同时知道暗区，若非是专业搞建筑的，又熟知地下结构，是根本无法办到的。顾一中学建筑，吃漆。其二，地道直通牢房，这说明他们非常清楚牢房的准确位置。我查过牢房之前的进出记录，出事前，顾一中恰恰去过牢房。其三，肖军霞是顾一中过去的领导，按理说他们的情感非常之厚，有动机。地牢的事儿，顾一中的嫌疑最大。黄副站长啊，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站长，事关重大，卑职不敢有半点怠慢。站长你放心，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，但凡影响到了帝国河运事业的，我全都可以牺牲。哎呦，了不得啊！人才呀，你是！哎呀，站长，但是你一贯教训我们，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不要做。你看，净记住我说这些没用的啊。站长，你会不会有什么把柄在顾一中的手上？你怎么把我给绕上了啊？不是，你跟他有血仇呀。你想，顾一中的父亲和他姐姐的死，对不对？还有站长，你为什么不跟近藤太君说，而是让老陆来背这个锅？现在呀，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，为什么不跟日本人说，跑到我这里来说呀？这些毕竟他还是推测，无凭无据的，咱不好拿人。哎，对了，这么长时间啊，我是第一次跟你想到一起了。你说，现在苏州这儿，既有老中统，有小军统，在这儿多了个四爷，多热闹着呢，啊，是吧？啊，你不要听他们瞎传，什么小军统、大军统，现在为站长马首是瞻。哎呦，谢谢站长。不要让那个谢文超查我了，我跟重庆那边没有丝毫联系。真的没关系了？没有。我保证，我在太君面前
不打任何小报告。以前打过没有？以前也没有打过呀，真没有啊？没有，都是正常的工作汇报。现在啊，谢谢你啊，给我掏心窝说这么多。晚上借你家灶台用一下。对，咱俩小酌几杯，放松放松。你误会了，现在我呀，晚上要在宿舍那边请人吃饭。我家没厨房，所以我想让太太借你们家的灶台炒几个菜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，要不晚上你也来小酌2杯？不，我正好晚上有事。哦，不巧。我跟弟妹说一声。哎，一中啊，来了，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，进来，随便坐啊。你师母啊，知道我要请你吃饭，专门给你做了几道我们宜兴的老家菜：咸肉微笋、燕来训，你尝尝。我先敬你。你呀，就像一个老特工一样，看着啊，就怪那吴四宝，那会儿怪那90号，后来被人毒死了。从那时候起啊，这些特工之间啊，喝酒都没这个信任度。站长欢迎一中来，有话直说。这咸肉微笋，这笋呐，可是有名堂的。这是年初的时候，李先生的朋友从闽北那边带过来的，跟我们这边不一样，咱们用的是春笋，人家用的是冬笋。我和我太太，她不舍得吃，给她放在了电冰柜里面。知道你来吃饭，专门回公馆拿了过来。你说，你姐姐的死和我周某人真的没关系。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也挺痛心的。再怎么说，死在自己最心爱的人手里。他爱错人了，可能吧。你姐夫，吴志平呢，是我开枪打死的，算是替姐姐报了仇，对吧？这杯我敬你姐姐。你为什么会来90号？自然是有事为了。你是冲我来吗？我不像你，只顾个人恩怨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是因为我知道，国家利益不是你我这等小人物能办得了的。8号细胞已经暴露了，小军霞你也救了，你听哥一句劝，该放手就放手，何不事了拂衣去？
90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？站长，我记得上课的时候你跟我们说过，咱们干特务工作的，说到底就是政治工作。要忠于党派，忠于国家，忠于领袖，哪怕只干1天，这一辈子都脱不了干系了。哎呦，一中啊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愧是我最好的学生啊，我差一点就相信了。站长，这世上每个人都有短，没必要替日本卖命，是不是？陆耀庭今天的下场，大家可都看见了。这也是我想说的，一中啊，你和我之间没仇，对吧？令尊的死跟我没有关系，你姐姐的死跟我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没有仇，有的话，是你和日本人的仇，对不对？那是自然的。所以，我不挡你的道，你呢，也别让我下不了台阶，好不好？站长说的是。所以我说，在90号，我最看好就是你。过段时间，李先生就要来苏州了，到时候我给你引荐引荐。你好像还没回答我，回来90号干什么呀？蒋伯仙，对不？这1万元的悬赏，可不好挣。顾公子，你会稀罕1万元吗？你呀，听我转告那边的朋友，蒋伯仙是李先生的要犯，谁都拿不走的。现在最想得到蒋伯仙的，应该是景腾吧？不，是我。所有人都觉得蒋伯仙为我周母所控，时间长了，你慢慢品我周母的苦吧。站长，感谢相邀，一中告辞。那怎么的，这就要走啊？还没上齐呢。一中，王波站长，哎呦，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筷子都没动。那过年的笋都已经贡献出来烧着吃了，周知飞能不给大大的好处？李忠，千万别信他，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。那也不一定。李渊，中毒了，已经中毒了，一中。想不想跟哥一起立功？你说来听听。我找着蒋伯仙的踪迹了。76号的那2个特务喝多了，说蒋伯仙明天去柳园。黄木站长，看来你这马上就有1万元进账了。不值钱的事，兄弟，哥我现在需要人手，你跟哥一起干，
绝不可能亏待你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啊，考虑考虑。喂，哥，打听到了。你打的不是分机啊？啊，听你的直播的。目标明天下午6元。知道了。来了，老板。哎呀，上面坐啊。哎呀，来，随时开门来了。他不是你该起呢。红包。勋斋，怎么约在这么个地方见面？下等妓院在特务临时会面的地点选择中列第2。也就你们军统这么久，啊，徐先生要是知道我们在这等场所见人谈公事，还不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？所以说呀，徐先生没带老板吃得开。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下落了？蒋伯仙的时间地点有了。真的？说说。通行证，真正无限区公所发的啊，不是假造的。出差路条，还有转到上海的寒碜车票，你的、你太太的，一部分小黄鱼。蒋伯仙，我们家老太太的事儿，没有骗我吧？新斋，这么讲话可就没意思了啊！我在重庆把你老娘照顾的比我自己亲娘还要好。还有之前我不是给你看过照片了吗？怎么现在还起了疑心了？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，我才不干这掉脑袋的事儿。周志飞遇刺的事儿，他已经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家的地址。蒋伯仙，给我4个人手，6条枪，100发子弹，1辆轿车。明天午后在柳园的后门的小径上候着。说，明天下午，蒋伯仙会去柳园，同行几人几枪？具体不知。蒋伯仙的保卫行动是由76号的特务亲自负责，身边有2个保镖，外头警卫数目不小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表嫂，这条情报我有些怀疑，蒋伯仙的行踪一向诡秘，90号上下除了周志飞以外无人知晓。但昨天晚上，突然就有了消息。你是觉得消息源单一不可靠？恰恰相反，有2条信息源佐证这一情报，过于巧合了。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放的风。周志飞？可能。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海默呢？消息给你们了，人该放了吧？你放心，我们说到做到。海默跟我们这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可别带他入行。
哎，先生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加急多少钱？您要几寸照片？2寸、5寸各要1套。您好，陆行。蒋伯先是国民党的老中央委员了，和老蒋也有些亲戚关系。他这次来上海，我担心他受老蒋的委托和日本人密谈，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都打成这样了，他们还能和日本人怎么密谈？重庆那边一直就有些摇摆，人面观望形势，里面有安度陈仓，给自己寻找后路。可南京汪伪并不希望重庆方面和日本人建立联系，否则他这个南京傀儡岂不是就成了一颗废棋？所以周知飞、庆腾、黄兴斋，还有重庆中统四方，都想得到蒋伯先。可能还不止四方，明天柳园热闹了，这也许是周知飞放的一个圈套呢。有可能。周知飞想利用蒋伯先，引起各方自相残杀，然后他从中渔利。先生，依您这么看，你觉得该怎么做？一旦让日本人和老蒋建立联系，那抗战之路必将更加艰难。能救出蒋伯先是上策。还生我气呢？我昨天是不是应该打你那一巴掌？我向你道歉。那要不然你打我一下？我告诉你，男人10年知己都靠不住，更别说萍水相逢。他是个好人。好人吗？为了自己抛弃了女友，逼死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，这种不忠不孝的人，能是好人吗？还有自己的苦衷。男人所有的苦衷都是借口，是骗女人的托词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请下车。哎呀，哎呀，真不错，真好。哎呀，救命了！哎呦，这个。哎呀，哎，二位同志今天也是来逛园子哈。哎，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的客人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刚才从后门发现几个行迹很是可疑的人。
是谁啊？我是重庆方面派过来救你脱难的，后面快！要带我去哪里了？快走！这，哎呦，慢点，你跑不快，哟，黄副站长，这么巧，你这不逛窑子，改逛园子了？杀了他！快去前门，有人接你！你这是谁啊？快走啊！金灯阁下，我找到贾国贤了，他现在人就在柳园。哎，走。哎呦，要了命了！贾先生，贾先生，跟我走！你们谁了？走啊！西北，你别进去，别进去里面。松开！今天进柳园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。我们在里面安排了和平这个头等杀手，听我的。我必须把蒋国贤带回重庆。你管他干什么？你先活命要紧。躲开！现在的时局你我改变不了，听我的，回去。躲开！别进去！我让你躲开，不要再跟着我，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死。走。新平，趴下！快趴下！你们都是谁了？你们这是去哪里了？走！还不行啊！有危险！走！走啊！再捡院子，打一个人肉站街头。走啊！是，走啊，走！
万弟弟干吧，真的给。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出大事！朱站长，出大事了！那边死了好多人，谢万超疯了，他怎么就开枪打死我？朱站长，谢万超这次他肯定是疯了，他要开枪打死我，他要开枪打死我！我们家地址，你换了几根黄鱼啊？小声点，君生刚睡着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。那天，表嫂除了打了我一巴掌之后，就没再伤害我过。你呢？你帮他们把事儿办了。小魔仙算是跑了。那我表嫂呢？她出事了。他们把你做人质，你还关心他？其实我表嫂这个人吧，她虽然凶了点，但是心肠不坏，她也没想伤害我，不然就不会放我走了。她只是利用我，让你帮他们做事。这几天你受惊吓了，君生你就让王妈他们多照看吧，好好休息。你是不是知道她在哪？他被捕了，关在90号大牢里。那他还能活吗？敬腾想劝他归顺，除非叛变。我表嫂是不会叛变的，她最痛恨日本人。她跟我说过，她就2个下场。要么杀日本人，要么被日本人杀。许多男的都不如女的。你能不能想办法救救他，陆少爷？黄新斋怎么会是重庆二弟？我们查到黄新斋这1年来，频繁和重庆的军统高层秘密往来，他们之间除了交换情报以外，还暗地里倒卖军用物资，疯狂敛财。那个丁建生的案就跟他有关系，这些金条就在黄新斋他们家里搜出来的。原来你早就在查他了，为什么不报告？阁下，您之前不是要求我们要团结一致，搞好河运吗？我哪敢随便打他的小报告啊！我怕您说我不利于团结。
再说了，之前的证据也不足，现在不一。哎，对了，您看啊，这里还有一张照片，就是他和重庆特务接头的时候的照片，我们当场拍下来的。哦，还有之前的柳园行动，黄新斋也是听了重庆那头，把蒋伯仙给救走了。幸好您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。蒋伯仙跑了？您放心，我们现在已经全城封锁了，早晚能抓住他。欧新平呢？我听阁下的吩咐。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？我听阁下的吩咐。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属实吗？属实。我和欧新平原来既是同事，也曾经有过恋人关系，这一点中董上上下下都知道，而且我也把它写进了我的履历里面。李先生和秦琪阁下都是看过的。那这次有没有联系？绝对没有。你撒谎！黄跟我说过，怀疑欧就住在你家里。这个黄新斋，阁下，这样吧，您要不相信我的话，现在派宪兵队马上去我家，你们随便翻，你看看有没有欧新平来住过的痕迹。这个黄新斋就是想利用我和欧新平原来这点关系，到处说我是非，搞臭我，想把他是重庆卧底的身份嫁祸到我的头上来，那我真是百口难辩啊！如果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，这样吧，您把我撤了。我要是和中统有关系，别说您了，李先生他就第一个不会放过我。李先生自己就不会跟中统有勾结？嗯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和欧日老相识的，他就交给你来处理，做他的工作，把他给我策反过来。阁下，欧新平他是死硬派，这个有点难度。女人是讲感情的，你以前的女朋友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阁下，黄新斋呀，他是我们九烧的耻辱，这个人烂透了。柳园的枪手是不是你安排的？嗯。我要是去了，也必死无疑了。你不是没去吗？故意散播蒋伯仙出游的消息，打死黄金斋杀人灭口，设计欧新平劫人，再把消息透露给庆腾，让东洋人抄了中统的后路，最后再安排枪手屠杀这10几个人。朱站长，我说你这局做得高啊！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，牺牲这10几条人命，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！我有的选吗？不是他们死，就是我死，我儿子死，我全家死。换你怎么办？你以为特务工作真的像手册里说的这么崇高？无论是76号还是中统军统，要我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人吃人人玩人的工作。你现在能体会到了吗？啊？朱站长，
能求你个什么？说来听听。海默的表嫂，能不能留他一面？你真的觉得在90号，我能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和死吗？我不瞒你说，这2天我一直也在想，我求谁能保住郭新平的命，我也想不到。你搞得清楚，到底图不图克？我看你是不进棺材不掉泪人。加大点量。好久不见啊，吴新平。想着咱们怎么说也是中统的同事一场，来看看。有话快说。让我来帮帮你。金城阁下看过你的履历，很欣赏你。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和平运动。和平运动，真好意思起这个名字。一帮臭汉奸，你们就是怕战？不是怕战，不得不战则战，能和为什么不和呢？你看现在，抗战有4年之久了，中国现在像什么样子？各个地方都在打仗，千疮百孔，民不聊生。当下正是日本国需要扩张的时候，而我们呢，也需要人家日本的先进科技、人才、思想来帮助我们的国家和平建设，多好啊！周志飞，你还有脸说这些？你是不是忘了重庆大轰炸、南京大屠杀？日本人的残暴行径，让中国老百姓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。哎呀，不要说这么远，那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，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只管好自己的小家庭，加入和运有什么不好？你看现在的苏州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欧家40口人，39口死在日本大轰炸里，皮肉无存。
就剩我一个人，这个仇我是不是应该报？你还是这样，尸骨不化，硬得像个石头一样啊！我就是不改。我要是改了，那个人就不在我心里了。为什么不试试放下个人恩怨？来吧，加入我们。别废话了，直说吧。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。那这样，再帮我一个小忙。帮完以后，我跟近藤阁下求情，对你从轻发落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，那你也帮我一个忙。好，你说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你这张嘴脸，臭汉奸。好，成交。你愿意帮这个忙，你我再也不见。我问你，你们中统怎么知道蒋伯轩在柳园呢？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？哼，打入一向是你们的强项。这么说，我们90号特工站也不例外了，有你们的内奸，对吗？有啊。我想知道有多少人。一个。我来猜猜吧。是不是李志刚？不是。蔡和平？不是。刘正义？不是。不会是姓黄？黄新斋这个王八蛋，他居然两头吃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我猜的没错吧？就是黄新斋。谢谢你的配合，我会跟近藤阁下求情，希望对你从轻发落，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保重。臭汉奸！我也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不识好歹！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，救救我表嫂？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吧？知道他是中统的特务，他利用我，就是想用海默的身份潜入古园，去做他那些工作。这可都是随时掉脑袋的事儿，你就不害怕吗？
我每天都怕得要死，有时候一想起他身上的那些枪，半夜都会惊醒。可是他告诉我，如果不跟他合作的话，我在空军的弟弟就要受难。我没办法，可我还是没能保护好我弟弟。那你的真名是？我叫……你还是叫我海默吧。如果不是因为海默，我不会认识我表嫂，也就不会遇见顾伯伯，还有你。一中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怎能是一条不是？哎，老周，你要吓死我呀！吃过饭了吗？你听我跟你讲呀，咱们就这么几天没在家，对吧？结果我那包南北干货被刘妈吃掉大半包，扣他工钱。哎呀，可是我转念又一想，算了，反正你也不爱吃，他想吃就让他多吃几口呗，懒得跟他计较。怎么了？站里工作累了？不是姓欧的又回苏州了吧？哦，不提啊，不提他，讲好了不提他。我去给你放洗澡水，你泡一下啊。哎呦，对了，李先生来电话嘞，他说他来苏州了，让你过去一趟。请。人呢呢？人真的跑了，被钟总接走了。你说的我信，可是日本人不信呐。梅机关专程跑到苏州来跟我要人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是非不才，让先生丢人了。不是特意交代过你吗？实在不行，就做掉他。那天情况有点复杂。志飞，你是一个心多么细的人呢？你怎么了？因为儿子？不是。那他呢？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我的线报告诉我，蒋伯贤已经回到了重庆。民国16年，你差一点
就娶了她。东哥真心的。算是吧。当年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也许我真的不该把雨清介绍给你。跟您没关系，是赤飞优柔寡断。舍得吗？你是真的被金藤找到七寸了。日本人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报告，说要枪决他。我同意了。就在明天，有没有可能再劝一劝他，投诚过来？试过了，他不同意。明天我找个由头派你去上海。不用。你要去发展，看看那个能不能帮上忙。那明天对你会是一场大考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表嫂，表嫂，没想到你会来看我。慢点。我也是受人之托。是海默让你来的？还撑得住吗？比起我这些年受的罪，这不算什么。海默给你弄了一桌广东点心，说都是你爱吃的，还热乎着呢。这么多，应该是最后一顿了吧？下完了，明天乔乔，痛快，别用绳子吊死好。我不想做吐舌头的鬼。我给你带了壶酒，你要不喝点？
你们男人用酒壮胆，女人不用。海默特意嘱咐我，给你带件衣服。我给你放这儿了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海默是个好姑娘，她身世可怜，无依无靠，一个亲人都没有了。我走了，拜托你帮我照顾她，以后别让她流落街头，受人欺负。你别辜负了她的真心。你放心，我会把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的。你也不懂我们女人，就当我没说吧。真香。对了，帮我转告黄先生，后悔没听他的劝，只能来生再见了。就记这个。明16年，知非羽衣女子泛舟姑苏。那日阳光明媚，有家人陪伴。那天是知非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。也是我铁窗钉住两相望，左右风远天沦散，
麻木挣扎，心彷徨，背叛的漩涡，生死难防，沉浮的散场，冠冕堂皇，究竟是身不由己，情非得已，还是你还是多些废话。なかなかの男ですな。あいつは利口だよ。哟，站长，下班了，找您签个字，领个钱。领什么钱？枪手费。哦，咱们站每枪杀一名重庆特务，不都有200元补助吗？对，这个呢是欧新平的人头费，您收着。人心无常。老周回来啦！有200多块钱，这枪决欧新平的人头费。皱眉头。黄老师，柳原真是一场大屠杀呀！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来不及汇报，就擅自做了处理。你做得对，至少没让日本人抓到蒋伯贤。谁能想到啊，这10几条人命，顷刻就没了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你是个读书人，也没有接受过训练。黄老师，我好累啊，我不想再干下去了。不要灰心，抗日道路还很漫长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言放弃。不是的，黄老师，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已经快要不认识自己了。我觉得我每天干的事情，我说的话，连我自己都难辨真假。再这么下去，我迟早都要崩溃的。对不起，黄老师，我没有坚持下去。无论怎么决定，我都尊重你的选择。黄老师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
肯定不能再回九少这个魔窟了。我想尽快离开苏州，我不想有任何的负担。我现在只想漫步在充满阳光的道路上，那一定是充满希望的。一样。我也想，早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中国必胜。彪哥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义兄说他跟我们走，跟我们一起去根据地，还给我的字条。好啊，他承受了这么多，也该喘口气了。和平娟出城那条路是走不通了，我再想其他办法吧。我们可以去找水生家的，走水路，我们就扮成渔民的样子，凌晨出湖。可以。那我们去朝叔找部队。据说18旅在猫山，但你放心，只要他们还在这一带，我们就能找到他们。他走的时候痛苦吗？是周志飞亲自动的手。彪嫂对他一往情深，他竟然还下得了手。他究竟是人还是畜生？他有什么话留下？他说你是个好女孩，整件事情跟你无关，是他把你拖下水的，他对不住你。其实他并没有说这些话吧？这些话是你编来骗我的，但我喜欢听。海默，我要离开苏州了。去哪？暂时不能说。还回来吗？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了。你放心，你走了，我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宅子的。海默，不光我要走，你也得走。90号的人一旦发现我不在，必然会全城搜索。你要是留下来的话，会有危险的。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可以去香港，我在那有关系，可以安顿好你的。顾先生，我能跟你一起走吗？海默，我这边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就算我去了太湖那边，也要接受很长时间的调查。你跟着我，会吃不少苦头。更何况，你来了这边之后，已经受我太多的委屈了。你应该远离这些纷争，去过你该过的日子。什么才是我该过的日子？唱评弹，挣银子，强颜欢笑。那这样活着，跟死人有什么区别？海默，你要坚信，抗战早晚都会胜利的，日本人早晚都会滚出中国的，一定会有那一天的。我相信，抗战迟早都会胜利的。可是我们俩，就不一定会再相见了。顾先生，
再见。1941年12月7日凌晨，从日军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83架飞机，穿云破雾扑向珍珠港，仓促应战的美军损失惨重，8艘战列舰中4艘被击沉，1艘搁浅，其余都受重创，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，188架飞机被击毁，数千官兵伤亡。摧毁和毁坏了港内、岛上的大部分设施，取得巨大战果。国际形势大变，我们得抓紧撤离。我が国は何度も米国に情報したが、しかし彼らは対日貿易金を統計しただけじゃない。まだ大日本帝国無条件で中国から撤退することを求め、帝国は生存と世界平和するために、そしてアジア人民幸せのために、大日本帝国は米国に開戦すること必要であり、開戦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万歳！万歳！万歳！本田君、帝国は破る。これはとてもいいことだ。なんでそんな気持ちですか？一体どういう原因ですか？私は北上してソビエトと戦うべ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。南下して米兵と戦うのは得策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。バカ！閣下、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老四，这是从黄信斋家里搜出来的。我上次没有注意啊，后来我越看越像一个人，就是那个顾一仲的管家，叫什么富贵。王新斋给富贵画像，